从这条线以下呢的相机全部都叫 Bernick 相机，就是 Oscar Bernick 是徕卡创始人命名的相机。这部分呢就是 M 卡口的相机，这是 R 系列相机。Bernick 相机里头哪一个是最轻最小的呢？有的人说这几个呢它是固定镜头的。这些相机英文呢叫 LTM Leica Thread Mount 或者是 L39、L39，只有这些相机是可更换镜头的相机，中文叫螺丝口相机，或者是螺口相机，或者是螺丝卡口相机。那哪个是最小的呢？这三个已经不能算了。那有人说这些都是最小的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50毫米的不可拆卸的 viewfinder， 因为这个 viewfinder 它就不是最轻的了，最轻最小的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就是 ICF， 特别是这个 IC， 它是从1949年到1950年生产了一个非常短的时期，所以批量呢是有12000多部，好像是，所以说可以几乎被认为是 limited edition。有的人说呢 ，IC 呢是这个 Leica Standard 的升级版，但是并不是。它是徕卡 2C 的一个简约版，把 rangefinder 和 viewfinder 去掉，因为这个不是给人设计的，这是给科学仪器，像什么显微镜啊、医疗仪器、科学仪器用的。因为它砍掉了很多的功能呢，所以说它就是最轻最小的 LTM 螺口或者是螺丝卡口相机，和徕卡 M10 比呢要小这么多。它的顶部呢刚好是到这个地方，相当于是把 M10 的上面这一层全部切掉。这两个胶片机是先买的，这两个是世界上最小的135全幅胶片机。买了以后，我觉得徕卡胶片机我也应该有一个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这要比它小很多。这两个呢，以前我比较过，这两个呢就是体积差不多，这个要轻很多。其实它的尺寸呢，这个也要稍微小一点。徕卡 IC， 我买了这个胶片机以后呢，我又买了世界上最小的120相机，我就后悔了。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，它作为一个135的相机，竟然比一个120的相机还要大。这都是50年代的产品，我觉得福伦达它的那个镀膜技术、电镀，而且它耐刮，而且它这个表面处理好像比这个更好看一些。我早知道有这个的话，我可能就不会买这个，我就用这来拍胶片，加上这个120的就可以了。但是也可以作为收藏用吧，因为这个是最轻最小的徕卡全机械 LTM 相机。它的操作呢就非常的简单了，这个相机既不能取景，也不能对焦，又不能测光，什么都不能。那就是说非常简单，一个好处就是不容易坏。那先从取景开始，取景的话，我这个相机是专门用这个镜头，福伦达家的 Super Wide Helia 15毫米 4.5 这个镜头，这个还是 Aspheric 非球面的镜头，自己带一个15毫米的 viewfinder， 你可以装在这个机上。这个 viewfinder 有点大，但是你看的时候是特别明亮、特别大、特别舒服。但是如果你要嫌这个大丑的话，有的人就嫌这个丑，你可以弄一个小的，这就非常小。但这个是28毫米的，28毫米，那你就只看中心位置，你相当于对了中心，你找到中心位置，那整个取景的话，你是可以估计出来的。其实因为15毫米嘛，它非常的广，你的 framing 如果不是特别精确的话，你可以裁切呀，它有大量的 cover 可以让你去裁切，所以说问题不大。你即使不装任何东西，你把眼睛对在这儿，你找你的中心取景的位置的话，你也可以取景的差不多。这个是超广角呀。测光呢，以前说过，就是用这个测光仪，你可以装到这上面，你对一个地方它就开始测光了。但是一般我都不会带这个出去，我就直接用那个手机里头的 APP 来测光。因为胶片的块弄比较大，所以说对测光的准确度要求不是那么高。那对焦呢，它也不能对焦。对焦呢，你就用这个激光测距仪，你可以测一个距离，然后你再之上到你的距离，或者你可以用这个 rangefinder。这个 rangefinder 呢，
可以装到这儿。我以前看过一个 blog， 就是说对那个所有的一个常用的那些机械的 rangefinder 哈，detachable external rangefinder 做了比较，好像10多个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有5个是并列第一，徕卡的自己的 rangefinder。它这个福伦达家它也生产一个专门给它这些系列生产一个 rangefinder， 那个 rangefinder 打分都比这个要低。那为什么是5个并列第一呢？就是因为有4个它是第三方生产方，第三方生产方它的看上去形状跟这是一样的，他们在徕卡那条买了这个 rangefinder 的 license， 然后专门生产这个 rangefinder。那他们的 rangefinder 自己都有独特的设计改良，但是结构和操作是完全一样的。其中的这一家呢，被公认为是比徕卡那个设计的还要好，里头什么观景啊，还有机械性能都比较好。这家叫 Visual Arms School。还有另外3家，他都是买了一个徕卡家的 license， 然后再生产这个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们的价格只有徕卡1/3，但实际上他们的设计和性能比徕卡的那个还要好。尤其是这一家的，但现在说了半天呢，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些，我就专门用这个15毫米的超广角。超广角是不需要对焦的，因为它景深特别大。比如说你现在用光圈 4.5， 它是最大的光圈，就是 4.5 了，你就把这个无穷远对在那个 4.5 这地方，那另一边这个 4.5 呢，它就对应着 0.9 米， 0.9 米相当于是从 0.9 米到无穷远全部都是清楚。光圈8呢，那你就是把对焦这边8对在无穷远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0.5 米， 0.5 米到无穷远全部都是清楚。你想半米然后到无穷远全都是清楚，你还对什么焦呀？你光圈如果是11那就更厉害了，11对着无穷远，那你这面11呢就是相当于是 0.4 米， 0.4 米到无穷远全部都是清楚，你还对啥焦呀？但是你不对焦的话哈，不是说你这个对焦环不用动了，你用什么光圈你就把这个无穷远对在哪个光圈上。它这个机器已经简单到了只有镜片、摄速度、摁快门，就这3个。你要全拍完的话，你就把这个转到这个 R 就是 rewind 就是回卷， A 是 advance 是镜片，然后你全拍完了你就弄到 R， 你这就可以回卷了，回卷把这个全部都卷到这儿，那你就结束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它的速度呢是从1/30一直到500分之1，然后闭门上了快门以后调整速度的话，你这个要抬起来，否则你是转不动这个的。我现在就调整到60分之1了，然后一摁它就开始拍照了。我这还有一个快门线，也是徕卡的，它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，这样的可以悬到这个上面。这个既没有慢速也没有那个自拍，就是特别简单，不容易坏。